追想千年往事，六朝踪迹茫然。隋唐相继统中原，世态几回云变。杨柳凄迷遍水，丹青惨淡凌烟。乐游原上草连天，飞起寒鸦一片。说唐朝天宝14载，公元755年阴历11月15这一天，71岁的玄宗皇帝李隆基正悠哉悠哉地躺在骊山华清宫，和他的爱妃杨玉环一起沐浴温泉。那个场面是一片十八不尽，东京不热，湖光山色。大殿之内，歌在唱，舞在跳。就在这么个喜乐欢愉的时刻，忽然从打太原方向有人骑着快马来报，可不得了了！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安禄山起兵造了反。酒喝得正酣的这个李隆基一下子就懵了，这怎么事儿？安禄山反了？安禄山怎么会反呢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啊，唐王朝以其辉煌的景象和气度，一直以来备受瞩目和推崇。盛唐是人们时常用到的一个概念。唐玄宗是唐朝第7位皇帝，执政前期任用贤能，发展经济，提倡文教，人才辈出，天下大治，国力达到全盛。历史上根据唐玄宗的年号啊，将这段时间称作开元盛世。天宝13载，大唐帝国第 N 次户口普查，有户961万9千，有口5288万，人口达到了有唐一代的最高峰。从数据上看，天宝盛世已经超过了开元盛世。然而一场持续了7、8年之久的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安史之乱的出现让如日中天的唐帝国开始江河日下。安史之乱的死难人数据说高达3600万，但是一直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不太合理。目前比较客观的数据呢是2600万。帝国之内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因为战乱导致死亡，这是一场毫无疑问的人间浩劫。旧唐书里面啊说，安禄山为了发动这场叛乱，处心积虑准备了10余年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始有了反叛的心思，最终发动了这场动摇大唐社稷江山的战争呢？我将会用3到5期节目带您详细了解这一段历史。接下来呢，请跟随我一起将历史的视角切回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大唐。安禄山是谁？根据《旧唐书》的记载，安禄山是瀛州柳城杂种胡人也。柳城在哪儿呢？今天辽宁省朝阳市朝阳镇老城区。出身胡族，通晓6门外语，从一个边镇护士牙郎到平卢、范阳、河东3镇节度使，再后来呢扯旗造反，黄袍加身。安禄山称得上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特大号的政治暴发户。那么牙郎是干什么的？这个牙郎啊，又被称作牙人、牙商，在买卖交易中撮合成交。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呢，就是中间商、中介或者二道贩子。3镇节度使约等同于3大军区最高司令长官，从一个二道贩子到大军区司令，这中间的跨度有多大，可想而知。安禄山没有父亲，或者说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父亲是谁。史料中比较明确的是他的母亲是突厥巫师阿史德氏。这个阿史德氏呢，不孕不育，向当地的斗战神亚洛山祈祷，由此产下一子。据说当时有光照穹庐，野兽尽鸣。这个阿史德氏呢，最初就以亚洛山为这个孩子命名。后来阿史德氏呢，嫁给了突厥人安延彦，这个亚洛山也就改名叫安禄山。有记载表明啊，这个安禄山原本姓康，结合他本人所说，我父是胡，母是突厥女，康姓是当时的昭武9姓之一。现在一般认为呢，他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。据考证呢，这个安禄山出生在武则天长安3年正月初1。在长大以后，安禄山身材高大，面色白皙，而且巧言善辩，善于钻营，所差的只是一个机遇。30岁这一年，可能是当中间商赚差价啊，赚的不多，安禄山偷羊犯了事儿。当时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抓捕归案以后，准备乱棍抽死，杀一儆百。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，安禄山张口大叫说：“公不欲灭两藩也，何杀我？”那个浓眉大眼的将军啊，手下留情，您难道不想灭契丹和西了吗？
这个张守珪啊，正在为边境遭到侵扰犯愁。安禄山一语击中了他的心中隐秘。再一看，这个汉子白白胖胖，眉宇间隐约有股豪气。于是呢，免去死罪，让他和一个叫史思明的人一起充当捉生将。张守珪的恻隐之心，让两个人世间的大魔头从此走到了一起。死里逃生，节度帐前听令，小头目安禄山在这一年开始发迹。由于熟悉山川水源，这个安禄山有一次以5名骑兵俘虏了契丹数十人。张守珪这心下也是又惊又喜，于是就划拨更多人马给他。这家伙呢也是够提气，胆大心细，骁勇善战，时不时的来个以少胜多。渐渐的呢，就得到张守珪的提拔和重用，将其收为养子，提拔为幽州节度副使。可有一样，张守珪嫌弃他过于肥胖，安禄山呢由此就时常不敢吃得太饱。和今天的人们一样，他也想过通过节食减肥，只可惜身上的肉不听话，越减越肥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开元24年，在讨伐西和契丹的过程中，安禄山轻敌冒进，吃了败仗。如果按照军法呀，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禄山难逃一死，杀他实在可惜，不杀又难以服众。张守珪呢，将情况写明，奏报朝廷，既说了此人战功卓越，又说了兵败按律当斩。当时朝中的宰相是张九龄，给出的批复是过去司马穰苴斩杀庄贾，孙武杀过吴王的公嫔，你张守珪如果能令行禁止，这个安禄山他就不能免死。说这宰相下令要杀人，可是皇帝不这么认为。李隆基呢爱惜安禄山的骁勇，敕令免去官职，以白衣戴罪立功。张九龄呢仍然坚持，并且给出了一条充满玄学意味的看法。他说：禄山思虑丧失，于法不可不诛，且臣观其貌有反相，不杀必为后患。就是说看这货的面相就不是个善茬，留下来以后肯定是个祸害。其实呢，大概3年以前，安禄山奉命到长安奏事，张九龄第一次看到安禄山就曾给出断语，说乱幽州者必此虎也。这么个预言过于神奇，难免让人怀疑是后世的刻意渲染。那么这一次张九龄一定要杀安禄山，甚至将皇帝的赦免诏书扣留不发。最后是皇帝专门来做工作，这个安禄山才被免于一死。大概3、4年以后，又被任命为平卢军兵马使。这个时候张守珪已经贬官病死，安禄山找准机会，重金贿赂御史中丞张立珍。张立珍回到朝廷以后呢，盛赞安禄山之才能与美德。唐玄宗由此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，充平卢军使、顺化州刺史。天宝元年，又升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，压两藩、渤海、黑水4府经略使。除了监管东北边镇的经济、行政、交通、外交，尤其是平卢节度使最为紧要。依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，平卢节度使辅侍卫漠河，统平卢、卢龙2军，余官守捉安东都护府，屯营平2州之境，至营州，兵37500人。平卢大致范围在今天河北东部和辽宁南部，营州呢就是今天辽宁朝阳，平州在今天河北卢龙。这是一个位于唐帝国东北的边关重镇。说转1年，安禄山以节度使的身份第一次入朝奏对，这个李隆基对他是宠待甚厚，夜见无时。在溜须拍马这一块，安禄山极尽所能，有些话说的即便隔了1000多年，仍然肉麻到让人脚趾抠地。可是偏偏李隆基呢十分受用。比如他说去年秋天营州闹了蝗虫，我焚香向天祷告，说老天爷如果我操心不正，弑君不忠，就让虫子来吃我的心吧；如果我不负神明，就让老天爷赶紧驱散虫灾。嘿，说来还真巧了，没2天的功夫，不知道怎么着就从打北边飞来成群的鸟雀，把虫子们全给吃光了。据说听了这话以后玄宗皇帝很感动，将其晋为骠骑大将军，很快又让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。相比平卢，范阳管的面要更宽更大，治所在幽州，一共有幽蓟、归潭、义定、横莫仓这么9个州，身兼2大军区司令长官，压制东北的契丹和西人。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是妥妥的封疆大吏、朝廷重臣。离京上任之际玄宗皇帝敕令中书门下3品以下
正员外郎长官、诸司侍郎、御史中丞，为安禄山举行了隆重的饯行宴会，以示荣宠。安禄山为什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？一方面得益于李隆基想要在边关事务上积极进取，安禄山这样的藩将呢，刚好可以倚重；一方面是由于先后几个人的顺旨称美，比如前面提到的御史中丞张立珍，比如天宝五载被派去巡视地方的吏部尚书西建侯，还有接替了张九龄出任宰相的李林甫。除此以外，安禄山呢特别善于讨好和伪装，更是一个关键。所谓外若痴直，内实狡黠，这个人看上去敦厚，实际上深藏不露。自从做了两镇节度使，又在天宝六载兼任御史大夫，安禄山呢每年进献俘虏、牛羊、驼马，各式珍禽奇兽、珠宝衣物，不绝于路，共无虚约。别看是胡人出身，对于官场规则却是了然于心，甚至比很多汉人还要门清。玄宗一朝有两个胖子在历史上特别有名，一个叫杨玉环，一个就是安禄山。安禄山的胖史书上有明确记载，净重330斤，尤其是这肚子，低头看不见自己脚，抬起头来耷拉到膝盖。事实表明呢，这是一个十分灵活的胖子，因为他跳起舞来可以迅疾如风。有那么一次唐玄宗调教安禄山肚子大，问他说：“你这肚子里都装了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大呀？”安禄山呢一本正经的回答说：“更无余物，正有赤心耳。”别的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赤胆忠心。这话说的是相当漂亮，玄宗听后龙颜大悦。还有一次安禄山对玄宗说：“臣生藩荣，荣宠过甚，无一才可用，愿以身为陛下死。我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可以为你去死。”直白都肉麻，可是玄宗认为他忠诚无二，更加喜欢的不行，让安禄山见太子。但是安禄山对太子拒不下拜，理由是呢，说臣是胡人，不懂得朝廷礼仪，不知道这位太子是个什么官。玄宗解释说，太子呢就是储君，朕千秋万岁以后，这就是下一任皇帝。哪成想安禄山呢继续装傻充愣，说原谅臣的愚钝，向来只知有陛下，不知太子。不得已呢，这才向太子拜了两拜。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段，唐朝最有名的两个胖子结为了异姓母子。安禄山给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当了干儿子，杨贵妃非常高兴，还让宫女儿给安禄山洗澡，洗完了澡又用锦绣包裹住，放到一个彩轿上抬着，欢呼雀跃，到御花园巡游。从此以后，整个后宫都称呼安禄山禄儿，并且授予其任意出入的权利。还有一个知名桥段，就是安禄山呢每次觐见都是先拜杨贵妃，再拜李隆基。皇帝表示很诧异安禄山回答呢，说是我们胡人的礼仪都是先母后父，不仅讨好了贵妃，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只有忠心的人设。应该说，安禄山所特有的胡人式的愚忠表现是够得上影帝称号的。这种表现和汉人的弯弯绕绕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使得素来缺乏政治安全的李隆基得以满足忠诚饥渴，继而信任有加。一些野史上说安禄山和杨玉环有私情，所谓的证据呢，很大程度来源于那次洗澡事件，以至于连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都对此有所发挥，说自是禄山出入宫业不进，或与贵妃对食，或通宵不出，颇有丑生闻于外，上亦不宜也。这种秽乱后宫的八卦向来比较吸引眼球，但是安禄山和杨贵妃八卦属实有点扯，原因无他，因为没有直接证据。这两人之间所谓的亲情很可能有特殊原因维系，那就是两个人都很擅长胡旋舞。这是一种来自西域旋转而跳的舞蹈，也有说法呢是专属于粟特人的民族舞蹈。安禄山和杨玉环可能是当时大唐最擅长跳胡旋舞的两个人。白居易有诗为证，说中有太真外禄山，二人最道能胡旋。所以有学者分析推测，说安禄山是杨玉环的舞蹈教练，两个人在近身快速旋转的舞蹈过程中，难免产生肢体接触，绯闻由此产生。而李隆基放任杨玉环收安禄山为养子，显然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，宠信
带有笼络性质，至少态度上乐见其成。天宝7载啊，李隆基赐给安禄山铁券，这个铁券呢又名免死金牌，最早起源于西汉。刘邦称帝以后，对功臣们大加封赏，分封要有一个庄严隆重的仪式，仪式上要宣读誓词，说始和如带，泰山若立，国以永宁，原籍苗裔。意思是即便黄河细的好像一代了，泰山平的好像磨刀石一样了，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，给你们分封还不算完，还要把这种恩泽延及给你们的后代。把这些誓词啊镌刻在铁制的器券上，并且涂上丹砂，一分两半。朝廷和功臣各自收藏，谨防假冒。朝廷的那一半要专门锁进一个金属的柜子，把柜子放在一个石头房子里妥善保管，这就是所谓的丹书铁券，金柜石室。到了唐朝呢，这种铁券由丹书改为嵌金，最典型的就是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唐廷赐给吴越王钱镠的铁券，状如瓦片，上面刻有卿书九死，子孙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。唐玄宗赐给安禄山铁券还不算完，天宝9载呢又赐爵东平郡王。唐朝开国以来，将帅封王者安禄山是第一人。天宝10载又让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平鲁、范阳、河东3个重镇的最高司令长官，麾下兵马18万，同时掌管河北道各级大小官员的考察、奖惩、任免，手握重兵，权力膨胀。史书上说他是赏刑己出，日益骄恣。安禄山啊，在这个时候开始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4年，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啊，还有一个朝臣日益受到玄宗的宠信，正在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。这个人的上位呢，将对大唐天宝末年的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也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出兵的理由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国忠。安史之乱的前10几年里啊，大唐出现过3个宰相：张九龄、李林甫、杨国忠。张九龄字子寿，韶州曲江人，年幼聪慧，弱冠登进士第，这是唐朝玄宗一朝最后一位贤相，本来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，遗憾的是因为触怒唐玄宗而过早陨落。接替他的是谁呢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奸相李林甫。李林甫的经典历史标签：口蜜腹剑，嫉贤妒能，一直以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。张九龄罢相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而李林甫则被塑造为盛唐的初代终结者，和杨贵妃一起被认定为安史之乱的祸根。由于年老倦政啊，李隆基赋予了李林甫很大的权力空间。如果站在李隆基的视角，作为首席宰相，李林甫大概做了这么几件事。首先呢，坚决贯彻皇帝意志，让李隆基脱身于琐碎的政治事务，同时又把控着朝中大事。其次呢，尽管政治品格不高，没什么大格局、大方略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李林甫行政能力极强，做了一些实事，比如推动税收，从按人头征税向按土地征税过渡；比如完成了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改革，彻底告别了府兵制；比如主持修订行政法典，对立国100多年以来律令体制进行全面整理。第3个方面是李林甫主动承担了一些李隆基不方便做的脏活。唐帝国的朝堂自开国以来始终笼罩在宫廷政变的阴影之下，从广为人知的玄武门之变，到后来的李承乾、李泰夺嫡之争，再到李隆基自己连续政变逼宫自己的父亲睿宗李旦，不同版本的玄武门之变在反复上演，宫廷政治呢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。逢君之恶也好，忧君所忧也罢，李林甫在很多时候主动站出来帮皇帝解决对太子的疑虑。比如开元25年，在李林甫的配合下，李隆基一日杀3子，废掉太子李英。李英被废以后呢，李隆基选择了母亲早亡、缺乏政治资源的李亨作为储君。从天宝5载开始，李林甫对李亨以及他身后正在生长的政治势力连续3次发动致命打击，史称天宝3大案。配合皇权倾轧东宫，李林甫由此稳坐右相16年，权倾朝野的同时也得罪了太多人。那么他的儿子呢，有一次看到路边拉苦力的，跪倒在地哭着说：父亲您久居相位，
怨仇满天下，一旦大祸临头，恐怕想跟这苦力一样都不可得。李林甫呢，沉吟良久，叹了口气，也只能说已经这样了，能怎么办呢？为了打击政敌，李林甫做了一件后世诟病不已的事儿，就是极力怂恿李隆基摒弃文官出任节度使，转而重用韩族藩将。这条举措客观上促成了像高仙芝、哥舒翰等等名将的出现，同时呢，也为安禄山的崛起铺垫了道路。在李林甫打击政敌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叫杨昭的狠人基本上一次不落。此时的杨昭还只是一个中级官僚，还没有改名叫杨国忠。李林甫提拔杨昭主要是3个方面的原因。一个呢，他是杨贵妃的远方堂哥，在宫里面说得上话；二是杨昭在底层混过，是个赌徒，敢说敢干，心狠手辣，很适合干一些脏活；第三，这个人没什么学问，对李林甫构不成威胁。但是李林甫显然低估了杨昭的能量。天宝9载，唐玄宗一下子给杨昭2项荣宠，一个呢是给杨昭的舅舅张易之兄弟平反，为则天皇帝的2个面首恢复名誉，等同于帮杨昭洗白了家事；二是亲自赐名国忠，甭管是猪是狗，盖了戳就是皇帝亲自认定过的，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显得荣宠呢？外戚杨国忠由此以极快的速度爬上了帝国政坛的第3把椅子。抬眼向上看，分别是右相李林甫和御史大夫王弘。王弘受累于弟弟作罪赐死，李林甫呢也在天宝11载病逝。杨国忠终于熬出了头，马上被任命为右相，登上了权力之巅。杨国忠的执政能力比之李林甫有着全方位的差距，但是权力可是比李林甫巅峰时期还要大，因为在皇帝的宠信下，杨国忠直接掌握了一部分兵权。杨国忠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清算李林甫。天宝12载，杨国忠和安禄山合谋，诬告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斯约为父子，意欲谋反。重臣李希烈和哥舒翰全都附和杨国忠，共同作证促成冤案。此时李林甫还没有下葬，玄宗皇帝下令削去官爵，子孙全部流放，其余党羽50多人连坐贬官。李林甫的棺木也被劈开，嘴里的含珠被挖了出来，身上的金子朝服被扒了下来，改用小棺，按照庶人之礼下葬。作为天宝后期的2大宠臣这个杨国忠和安禄山从最开始联手清算李林甫，渐渐发展到争权夺利。一个代表着朝廷中枢，一个呢是藩镇军事集团。这种政治格局基本上贯彻了李隆基互相制衡的政治意志，但是斗争之激烈，渐渐脱离了皇权的掌控，失去了平衡，甚至成为了安史之乱的初因之一。安禄山至少有2大底气，一个呢是天下总共49万边军，安禄山一家独大，明面上有18万以上的兵力；二是皇帝和贵妃的宠信。而杨国忠呢，则是做了3个方面的政治布局：一、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；二、联手哥舒翰反制安禄山；三、经营剑南大本营。天宝末年除了安阳2人互相制衡，相互拆台，太子李亨势力集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。安禄山、杨国忠、李亨3个人是两两为敌，互相对抗，三角关系本来是最稳定的，李隆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是安禄山的突然反叛，让这一局面彻底失控。长安是今天陕西省省会西安的古城，秦汉隋唐大大小小10余个朝代都曾建都于此。杨坚建立隋朝，定都长安以后呢，当时的汉长安城因为屡经战乱，破败狭小，水污染严重，于是在东南20里另建了一座新城。杨坚本人呢，曾被封为大兴公，因此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。隋炀帝大业9年，杨广下令在宫城和皇城以外建造了108坊，城市的总体格局至此基本形成。唐朝建立以后继续在此定都，并且将其更名为长安。开元年间的长安已经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，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的北京、北魏的洛阳，以及古代西方的大都会罗马。长安城最大的特点是里坊制，这是一种基于周礼的城市布局。
一条贯穿南北的朱雀大街啊，作为中轴线，将全城分成左右2个完全对称的部分。东西有12条横街，南北纵向共计9条街，把一座城切割成好像棋盘一样的一个个小方格。这些小方格的街区就被称作里坊。为了便于管理呢，每个坊都有短墙，并且实行宵禁，每天以鼓声为号，日出后敲鼓600下开启坊门，日落后同样600下关闭。说大唐的王公勋贵们啊，除了长安城里的大宅子以外，当时很多人在城外近郊选择山水秀丽的地方建有别墅。后世比较有名的一个地儿啊，叫做辋川。这个地儿为什么有名呢？我给您说一首诗您就知道了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这是王维所写的山居秋暝，取景地就是长安东南的辋川。这里原本啊籍籍无名，因为诗佛王维终其一生为之魂牵梦绕，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最高峰由此缔造，辋川也就这样成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。说天宝13载正月，安禄山最后一次来到长安觐见皇帝，见了面就一顿哭诉，声称自己忠心耿耿，可是宰相杨国忠却处处想要置他于死地。李隆基打消了疑虑啊，动了恻隐之心。从此以后呢，无论杨国忠还是太子李亨，谁说安禄山必反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安禄山心心念念的宰相职位，本来呢也想趁机一块给解决了，但是杨国忠啊说安禄山目不知书，岂可为宰相？李隆基觉得呢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由此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但是还是加封安禄山为左仆射，并赐他一个儿子3品官，一个儿子4品官。安禄山又得寸进尺，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。得到满足以后，派了几名亲信到御马监，挑选了数千匹上好的战马，悄悄转移到别的地方饲养。又过了几天，安禄山呢又以军功为名为部下请求破格提拔。玄宗皇帝呢丝毫不起疑心，一一批准。在长安待了2个月以后，安禄山向皇帝辞行，返回了范阳。回到范阳，一口气就任命了500多个将军，2000多个中郎将。如果安禄山啊如愿当了宰相，会不会改变历史进程，不再谋反？我们没法知道答案，因为历史没法假设。但是不可否认，杨国忠阻碍了安禄山的宰相之路，是诱发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变量。除了杨国忠的逼反，拜相不成，身边亲信撺掇军事实力一家独大，都是安禄山走上不归路的原因。除了这些，太子李亨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。天宝14载，李隆基已经年逾古稀，李亨啊代表的是未来。前面提到安禄山不拜太子，这种政治投机啊，是在当时赢得了李隆基的恩宠，可是也深深得罪了李亨。伪装了许多年，浮于表面的忠诚，虚假的成分很大，但是人毕竟是感情动物，装出来的情感也可能多少照进现实。按照《资治通鉴》的描述，安禄山以玄宗皇帝待之甚厚，所以打算等皇帝晏驾之后再行作乱。可是杨国忠的逼反，让他已经顾不上那点对李隆基少之可怜的情谊，再加上一个李亨韬光养晦，暗中虎视眈眈，所以最终先发制人。这就像剑桥中国隋唐史说的那样，说安禄山啊，极不可能像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，说他早有谋反的计划。当他意识到他已经失去玄宗的支持，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，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。天宝14载10月初9，安禄山带着15万人在范阳敲响皮鼓，一场巨变随之来到。他的保密工作做得毫无破绽，除了次子安庆绪、谋主严庄高尚、将军阿史那、程庆寥寥几人以外，其余高级将领包括史思明在内，全都没有参与起兵密谋。准备工作做的也是极其充分。首先呢，除了补充军备和战马，安禄山花了很大的精力和亲信反复研究确定作战计划，尤其是从范阳到洛阳这条主攻路线，对地形、道路、进攻日程全都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和规划。其次啊，声东击西，他制造了准备西进奇袭太原的这么一个假象。实际上主力军一路南下，强渡黄河以后进入河南，再转而向西，沿着洛阳、潼关、长安一路进发，
再次呢，为了防止后方起火，在范阳、平卢、大同3个方向派遣专人留守。做足准备以后，临起兵的前几天，安禄山召集全体高级将领，谎称自己刚刚收到皇帝密旨，奉旨带兵入长安，诛杀杨国忠，以清君侧。宣旨以后，众将大眼瞪小眼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异议。紧接着就是宣誓起兵，传令三军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有胆敢妄议军令、煽动军人者，斩击3族。15万大军就这样由安禄山亲自率领着，浩浩荡荡大举南下，兵锋直指东京洛阳。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安禄山起兵以后的第7天，正和杨玉环共寓的李隆基才得到安禄山谋反的确切消息。昔日那些无条件的信任和赏识，此时此刻就像是一场笑话。转一天，李隆基召见了一位重磅人物，时任安西节度使的军界巨头封长清。见到皇帝的一刻，老将封长清镇定自若，主动请缨。今太平积久，故人望风啖贼，然事有逆顺，事有奇变。臣请走马诣东京，开府库募骁勇，调马渡河，即日取逆湖之首，献阙下。玄宗闻言大喜，任命了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，让他前往东京洛阳组织防御。旬日之间，封长清就招募了6万人，然而事情还是过于仓促，这些人没有经过足够的军事训练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。即便封长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，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注定只能吃败仗。11月21日，唐玄宗迅速返回长安。回到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，同时赐死他的妻子荣义郡主。可怜这位宗室之女，新婚不到半年，年纪轻轻就做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。李隆基给安禄山下了最后一道诏书，严厉斥责其反叛行为，同时呢，允许他洗心革面，只要停止军事行动，朝廷可以既往不咎。安禄山呢也回了一封信，措辞一改从前恭顺的态度，变得极度的傲慢无礼，差点把老皇帝气背过气儿去。既然已经没法谈了，那就抓紧防御反击吧。在长安北面擢升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协同防御河东、朔方一线。在长安东面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，领陈留等13郡组建第1道防线，由封长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2道防线，任命高仙芝为东征副元帅，领5万人出镇陕郡。做完这一切李隆基总算是松了口气儿。他以为他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只可惜叛军的实力已经远超他的想象。12月初2，安禄山的大军已经进抵临昌，随即安排人用粗绳子拴住一些破船、木头和杂草，从黄河北岸拉到南岸，一夜之间冻成一座浮桥。大军渡过黄河，当天就攻陷了临昌郡。3天以后，陈留不战而破，新任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被俘，河南的第1道防线就此瓦解。又过了3天，安禄山领兵进抵荥阳，荥阳呢旦夕之间即被攻破。10载，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，自坠如雨。那个守城的士兵听到敌人战鼓声，被吓破了胆，好像下饺子一样，从城上噼里啪啦往下掉。荥阳告破，安禄山随即命令部将田承嗣、张忠志、张孝忠为前锋，迅速扑向东京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。虎牢关由封长清亲自把守，可是领的这伙人极其不给力，一边是身经百战的叛军，一边是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。结果封长清所部一触即溃，分分钟就丢了虎牢。封长清是边打边退，连战连败。过了虎牢关，在一个叫奎园的地方吃了败仗，到了洛阳东门又败。安禄山呢紧接着包围了洛阳，从4面杀入城中，纵兵劫掠。封长清战于都亭驿再败，退守宣仁门再败。面对叛军，封长清是毫无招架之力。眼见大势已去，只好从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去。这个东京洛阳就此失陷。洛阳陷于敌手，惨遭洗劫，就像李白在诗中写的那样：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，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关英。很难想象，从范阳起兵到攻陷洛阳，安禄山只用了33天，用顺风顺水来形容都
有点保守了。1600里每天60里，风卷残云，势如破竹，席卷大河南北，前锋逼近潼关。300斤的安禄山一进洛阳，自然是兴奋不已，满面春风，思来想去，给自己挑了一个好日子，大年初一，干什么呢？他要当皇帝。黄图霸业谈笑中，不胜人间一场醉。于是天宝15载的第一天，安禄山登基称帝，国号大燕，建元圣武，设百官，封藩王，立都城，正式和李唐朝廷分庭抗礼，从此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，逐鹿天下。读历史知善恶，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，这里是烽火招东南，喜欢请帮我点赞转发。安史之乱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